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我还有些话想对希儿说。刚好，我也有话想和你说呢。我们到了，希儿。这就是我和苏珊娜、绮罗前辈旅行的起点。远眺可以看见高塔，近瞧又是来来往往的行人。和我们那边的起点相比，这边的确称得上旅行。是啊，你还在想那些鬼火的事？果然瞒不过希儿呢。那当然了，你就不该有瞒着我的事，更何况是烦恼。希儿，我时常会想，自己是不是做的还不够好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哪怕我已经决定隐瞒鬼火的本质，哪怕我已经在0015号面前说出了那番话，却还是忍不住担心他们的未来。除了隐瞒和直言，我们还有没有第三、第四种更好的选择？而卡伊爷爷，毕竟我从一开始就希望给予所有鬼火以真正意义上的新生，但结果只做到了现在这个程度。虽说给予生命，当然也意味着给予死亡，但我却没办法让大家能真正的生而平等。给予希望，又将其剥夺，这种方式或许远比一开始就没有希望更残忍。你这样说不就太差劲了吗？远的例子我就不说了，你想想，在我们对抗圣痕计划的时候，那时有没有人不愿意离开梦团？然后你觉得基安娜会为了这件事而后悔，觉得自己最终给出的答案不够完美吗？想要获得自由，一定会付出代价，你就别乱想这些事了。我倒觉得，以创生之语为分界线，现在的鬼火的确有了更多的独立性，也远比你想象的坚强。他们此刻的自由，货真价实。别忘了，我和石之律者旅行的起点就是沙铁国度，和他们相处这么久，这些变化当然能感觉出来。过去他们因生者的愿望而诞生，受生者的愿望所驱使，石之律者甚至无法读取他们内心的想法。是在大家战胜了 Vita， 规则被打破之后，他们真实的愿望才第一次得到了自由生长的空间，如人一般活着，如人一般死去。鬼火的愿望就是这么简单。当然，话说回来，你想要把事情做得更完美，这也再正常不过了。我还记得你在长空室的最后一个晚上说了什么呢？要抓到无貌者，让牙医刮目相看，然后带重装小兔充电，有机会要说服布罗尼亚姐姐，让她少加班，和我一起。就算这是真的，只要布罗尼亚姐姐和牙医都不知道。那好像有点晚了。布罗尼亚姐姐，看你们聊得这么开心，就没忍心插话。还有，好久不见，希儿。等下，怎么还有雷电牙医？虽然已经听苏莎娜讲了不少和你们一起经历的事，但实际见到，还是会有点意外呢。
很高兴认识你，希儿。也不用这么正式吧，咱们又不是不认识。但像这样和你面对面交流，是第一次。很高兴认识你，牙医。说起来，布罗尼亚姐姐，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是小兔告诉我们的。那他人呢？一直回避我们出现的场合，难道是在为之前的事生气？小兔会生气吗？他只说自己要和普罗米修斯一起搜集材料修复身体，也没见有什么特别的反应，和在工作室时一样。就是布罗尼亚姐姐时常抱有小兔不会生气的想法，她才会不想回去了。是这样吗？不管怎么说，布罗尼亚确实需要给小兔放一个假。当然，你自己也是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你出发前只向瓦尔特先生请了2天年假吧？阿拉哈头企划案的内部展示会马上就要到了，我想在这之前抽空再优化一下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布罗尼亚姐姐会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待上一段时间呢。其实我在来的路上又向瓦尔特先生多申请了一段时间的年假，这里的危机才刚结束，我留下来也能帮到希尔。你这扯谎能力也太差了吧？我刚刚只是没和牙医说罢了。布罗尼亚的确是忘记和我说了。对了，牙医，苏珊娜的情况怎么样？她呀，现在可能还躺在休息室呢。医生说她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身体疲劳，压力太大，需要静养一段时间。那就好。